榆树是最好种养的树种，种养不择土，土质含有微酸性就行。上盆的时候要注意，根的结口不被水泡，长出新根后，保持盆土湿润，生长会更快。确定树桩在盆中的重心，以主干为主，同时也要兼顾其他树干在盆中的分布，要为后续的整形调整留有空间。先做一个临时固定。丛林盆景上盆有别于单棵树，要兼顾多干在盆中的布局和角度，从多方向观察，调整要避免过之失彼。丛林树桩在浅盆中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对这种浅盆配土要求保水性好，上盆的土要偏干，像这样摇动一下，偏干的盆土才会流入盆底，这样根与土才会更加紧密接触。上盆一定要固定，像这样树桩不产生移动，根系生长会更快。上盆后，先要确定丛林的基本构成，也就是树干在盆中的分布。丛林盆景的造型相对于单棵树桩，更注重树干之间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，空间上疏密聚散，高低错落，整体上和谐统一。像这两条干与主干过于亲密，要把它们拉开，铝线要固定好，按照树干拉弯旋转的方向把它们缠好。对它们稍作调整，重新确定与主干的亲疏关系，留出空间增加透视感。这条干也要做相应调整，用小木棍把它撑开。这样就形成了矩阵有度，上可见天，下可见地。丛林盆景造型要从多角度观察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干之间过于拥挤，要把树干之间的距离调开。像这条干把它朝外拉，与主副干形成三角形的分布，开合聚散，树干之间才会形成相互呼应。固定点要长上部。像这种干拉弯，上端的干比较软，容易弯曲，下端的干比较硬。从这里开条口，这样就受力均匀了。对丛林盆景的加工，除了吊拉，适当采用盘闸做基本的造型。但是盘闸最好是在完成枝干过渡之后进行，过早进行盘闸会限制枝干的生长，缺少过渡，布局再好的丛林看上去也不会自然。树干定好型，再对出枝做修剪和调整，对出枝的去留也要依据树干之间相互呼应的关系确定。像这个枝与主干比例失调，而且出枝在两干之间，像这种占据树干之间空间的枝不要留。对丛林盆景的制作，要到最后再确定各树干的高矮，对树干定好位，才好从总体上把握造型。剪出树的高矮，也就是确定整个丛林的层次。树干的高矮要依据丛林的大小，像这个主干看上去就高了，树之间树与盆的比例不协调，把这个枝做顶。丛林盆景怎样接顶？像这种高干丛林，接顶要简洁。顶是以后培养过程中的主要供养对象，顶不能过大，顶过大则挡了天。不仅各顶之间不能相望，
而且也会失去整体树冠波浪起伏的变化韵律。主干的上下锅都有了，但上端的这个枝干留长了，先做一个简单的拉弯处理，等开春之后把它剪短，重新续顶，开掉前口就行。上下铝线拉紧。高干丛林上部弯曲的角度比较大，做丛林盆景所要遵循的法则很多，能基本理解大概意思就可以。关键还是在生活中多观察丛林的自然状态，多动手比什么都强。丛林素材不难找，难的是善于发现。榆树放盆方法得当，恢复是很快的，20多天，出枝已经基本到位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正常养护。像这种出枝尖状，说明根系生长旺盛，旁早的地方生长就比较弱。主干的顶生长强势，不要等到开春，现在就可以把它剪短。修剪不要一步到位，出枝后再剪更可靠。找了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，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组成一个简单的坡面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。